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8日上午的10点1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昨天出现了一个1.31%的上行动作，这个动作的发生呢是美股加息预期减缓的一个行情。那么这个行情出现之后呢，我依然认为行情道指呢这边会出现一个持续的下跌，为什么呢？因为顶部位置往往出现一个诱多的行情，或是左低右高，或是左高右低。这种行情出现之后，很快会急转直下啊。那么我们看到均线系统啊，5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出现一个缠绕，因此呢，这个位置呢是缠绕的一个位置，也就是高位出现之后，行情在这里面出现一个盘整动作。盘整动作结束之后，会往一个正常的趋势上来走。那么什么是正常的趋势呢？我认为它的一个下跌通道啊，是它行情当中的一个趋势。那么在这个趋势当中，我们看到了啊，周线级别上道指出现了2轮半的下跌西游之后，出现了1轮反弹，周线反弹之后出现周线对称性的下跌，对称性的下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低点的这个位置上，也就是跌破3万点整数关口，跌破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之后，我们认为它会有1轮的反弹。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依次经历了美国非农数据的公布啊，美国的 CPI 数据公布，两个利空啊，形成了一个 W 型底之后，发生了反弹，反弹的过程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又出了一个悟空阳线，但我认为这根悟空阳线打到这个轨道上轨之上的这根悟空阳线是诱多的行情，那么行情在这里面接连出现了震荡啊，这些震荡呢，我认为是干扰性的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行情的一个预判啊。行情呢，道指呢始终处在一个下跌通道当中，不容易出现反转，并且我们看红色线和白色线啊，这两根线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啊和144日均线。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它已经构成了一个下跌趋势，所以呢当前的反弹仅仅是反弹，不构成反转，那未来呢行情会继续向下走啊，会继续向下走。同时呢，在道指昨天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比特币没有任何动作啊，依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那么这轮行情呢，我们看到啊，目前我们是处在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的反弹过程当中啊。那第3次波谷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它的形成来源是由3万点到17605之后形成了第一波谷，第一波谷反弹43%之后，下跌回来，回打到18500美金之后啊，反弹23%，反弹之后啊，出现连续的1个月的震荡啊。这个震荡的底部位置呢是在18500美金附近，在这里面的震荡不断的诱空，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啊。我之前给出来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反弹之后我们看到它的最大反弹幅度大概是在18%左右，18%的反弹呢让它站上了144日均线，站上144日均线，我们认为上方169日均线和5月份波峰的连线构成了比特币的一个压力位啊。那么通过昨天的行情，我们看到啊，昨天晚间22点30美股开盘之后，比特币并没有跟随反弹。我们看到啊，比特币和美股是两个资金池，这两个资金池呢互为跷跷板。我们看到美股反弹的同时，比特币没有跟随，证明行情趋势仍然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比特币呢，同时表现出来它的非常弱势。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啊，比特币的最大的反弹的时间级别呢是在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的反弹。那么对应美股的反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日线级别啊，所以呢，比特币是相对于美股来说非常弱势的。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横盘结构出现了，右空结构出现了，右空之后发生反弹，
反弹不断的出现诱多，走到这个位置啊，行情已经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在这个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它的时间级别呢是不断放大的，同时我们认为这个位置在11月6号这里已经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一个悟空阴线，那么接下来就有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并且它的时间周期是在不断放大的。通过这轮行情，我们可以把2022年8月份的这根阴线呢叫做比特币的悟空阴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们所在的位置是8节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这是周线级别的。那紧接着如果再次到达18500附近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同时周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这里面会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说如果出现4次等位置的波谷，行情非常容易出现急转直下，非常容易出现一个新低。那么在这轮日线行情当中我们不断的对这个波谷有一定的预期。那么在震荡过程当中，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位置是一个变盘的位置。那么我们通过学习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是收敛结构进入近焦点附近，它是一个变盘的位置。第二点呢，4次等位置波谷也就是比特币再次到达18500附近，是容易出现快速下行的一个区域结合美股结合相对于美股的弱势，同时呢结合美股有下跌的预期，那么我们认为11月15日前后比特币的这个高点就能显现出来。因为高点的这个位置你到达之后是看不见的，只有行情逐渐走出来之后，你才能观察到的这个位置。那么我认为11月中旬前后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同时呢，我反复提及的事情正在发生。前面行情当中牛市行情当中它就形成了一轮4次等位置的波谷。等位置波谷之后出现快速下跌。我们重点要看的是3万点到17605这一轮的下跌。这一轮的下跌呢是趋势的力量对于空单来说会有非常多的利润。那么我们在行情当中从6月份到11月份的这些波动都是微不足道的，这些波动呢都是为了回补3万点到17605这个缺口回补之后行情震荡的使命就已完成。完成使命之后在底部的这个位置是绝对的看空位置。那么我们在当前的时间点，比特币弱势于美股的时间点，比特币逐渐接近焦点的一个时间点比特币逐渐正在形成第4次波谷的一个时间点要在15号之前完成我们对空单的一个建仓动作。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我就在说比特币月的行情什么是比特币月呢？每年的10月份都是比特币月。比特币月的行情呢要结束之后呢，行情的高点会逐渐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之前呢，我们要缓慢的布局自己的空单，尽量采用低倍杠杆3到5倍杠杆进场进场的同时把自己的仓位打散，分成3到5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给出的原因是第一点，趋势是下行趋势。第二点呢，找到合理的位置。我们之前给出的位置是21500到22000美金，那么我们最终到达的高点是我们看一下21470，已经非常接近21500了我给出了一个目标点位，差30美金这个不算什么可以完全忽略不计。那么在行情当中趋势下行，位置找到了那么第3点就是控制你的仓位尽量控制到3到5个仓位，同时每一个仓位呢都要设置一个止损。你不是说我控制仓位之后就不管了，对吧？控制仓位也要设置止损，保住你在行情当中最多的本金呢，更容易在趋势上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也是你学习观看或者是阅读我 K 线稀有战法的一个最精髓的所在。
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看到以太坊上方压力位 0.08 啊，目前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比值始终无法对 0.08 进行突破。0.08 是怎么来的呢？是从去年6月份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延长线的这个位置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目前的反弹呢，仅仅是对悟空阴线的一个补充，我们可以把它当做妖怪 K 线。那悟空主阴线出现之后，行情容易出现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发生与6月份平行的一个下跌结构平行的一个下跌结构。那么行情对于以太坊来说，它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是有一个做空的一个预期的。那么以太坊本身呢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它也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然后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八阶阴线的势力范围周线级别八阶阴线的势力范围。那么行情在前面的行情当中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它的这个反弹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我们看到以横带跌形成矩形结构，突破了一个波谷连线波峰连线这个弧形顶形成了一个压力。突破之后，行情进行收敛动作，发生反弹。反弹的过程当中，依次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站上均线系统之后，走出了一波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所以呢，以太坊之前的反弹，它是相对于比特币的来说是强势的，它是一个日线级别反弹，比特币仍然是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以太坊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更重要的 BOSS 级的压力线过来了。这个压力线呢，就是4877点高点之后波谷连线通过焦点延长线的位置构成了在$1700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行情它逐渐形成了上涨收敛，并且形成焦点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位置遇阻发生回落，发生回落的过程当中震荡发生回落的过程当中，我建议埋伏空单。这样呢，在行情当中，它会在日线级别形成下跌西游，最终呢，怎么涨上来的，怎么跌去，依次跌破169日均线、144日均线和下方的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么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会走什么呢？会走周线级别的沙僧阴线组就是它的沙僧阴线是有可能复活的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唐僧阴线，周线级别的下跌目标位$1100，到达$1100附近之后，会形成平行于4月份到6月份的这波下跌，日线级别的下跌这是2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构成了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平行下跌之后，我们认为以太坊的最终目标位是$260，也就是以太坊的残值仅剩高点的5%这是每轮行情当中发生的动作。那么现在时间是11月8日，离11月中旬非常接近，距离暴跌的时间点非常接近。我认为12月底我们会看到一个最终的结果所以呢，当前行情是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有仓位反弹之后补充空单，特别是在重要压力位附近补充空单，是我们当前对于以太坊的一个操作规划。那么之前很多有过表现的山寨在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走坏的一个行情包括 People、 火腿、 Mask、 LTC， 还有道指、Gala 这些Gala 不算都出现了一个走坏的节奏。那么我们重点说一些道指为什么说道指呢？它非常有标志性。首先，它做出的是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悟空阳线、八阶阳线，八阶阳线是由2根阳线构成，这2根阳线呢互相之间有非常重要的联系，所以呢这2根阳线呢叫做八阶阳线。
八戒阳线走出来之后，走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走得非常长，但是后面呢有互相关联的一阴一阳两根 K 线。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唐僧阳线，最终呢到达高点接近 0.16。到达高点之后，我们看到啊，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呢，我们对它有一个4小时级别回调的一个预期。走出一轮合并 K 线之后的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啊，行情出现了不断的震荡，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下跌。下跌之后啊，一直沿着这个波峰连线，一直贴着这个走。贴着这个走之后，我们会观察到它的结构呢会不断的出现变化，焦点位置也在出现变化。焦点位置后移之后，行情在焦点位置再次发生了下跌，所以呢，在周期上，在时间周期上，它的下跌时间级别正在逐渐的加大。4小时级别调整我们看完之后，观察它的日线级别调整。日线级别调整在11月2号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八戒阴线。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走出一个对称时间级别的调整，也就是日线级别上涨吸油走出来之后，走日线级别下跌。那么目前趋势已经完全走坏，完全走坏之后啊，它会逐渐形成的什么样的结构呢？逐渐在下跌过程当中形成日线级别的下跌结构。这种结构的话，你如果做反弹，做它的多头的话，要耐心等待日线级别下跌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才容易出现反弹。所以呢，目前道指它已经不是上涨中继了啊，它已经改变了它的方向。为什么说改变方向了呢？啊，因为它在它这个日线级别之后啊，它的4小时级别调整之后啊，它的下跌的时间级别正在放大到与上涨对等的一个时间级别，所以呢，它的方向已经改变了啊，已经改变了。不要对这种方向已经改变的币种抱更多的幻想啊！在之前盘整过程当中，我认为它会有多头出现，方向改变之后立即止损，对多头出场离场，对现货出场离场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么随着道指的退烧啊，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相关币种同板块的币种啊，像 Mask 啊，也已经出现了快速下跌，并且我们要注意的是啊，它和这个道指类似的是，在做完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它的时间级别是有可能放大的啊，有可能放大的，并且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如果发生跌破日线级别的啊，我们看到粉色的这个10日均线，行情就会有所变化啊，下跌趋势就有可能会来。那么怎么做抄底动作呢？我们要看啊，4小时级别上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下跌结构，然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它是有可能发生反弹的，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有可能发生反弹的。所以呢，在它下跌过程当中啊，不要去接飞刀，除非它的上涨趋势重新回来，除非它的下跌趋势接近尾声啊，出现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日线级别下跌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才是博反弹行情的一个时间点，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吸油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抖音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